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一帖。很多人一听到坚果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健康、护心、补脑，尤其是核桃，常常被说成是可以增强记忆力，甚至预防阿兹海默症的好食物。所以不少中老年朋友会刻意每天吃一大把核桃，觉得这样对身体一定只有好处，不会有坏处。但真的所有人都适合这样吃吗？年过60之后，坚果到底该怎么吃，才不会反而变成身体的负担？在正式开始之前，也邀请你先帮这支影片按个赞，或是在留言区打一句"一起健康"。你的留言不只是互动，也能帮助更多正在为饮食选择、血脂问题、健康老化而烦恼的人看到这些重要的提醒。接下来要谈的内容，不是要你从此不吃坚果，而是帮你把适合跟不适合的界限说清楚。先来说一个在生活中很常见的情况。有些长辈身体看起来还不错，精神也好，平常也没有明显不舒服，所以家人往往会觉得多补一点营养总是好的。核桃就是最常被选择的其中一种，因为它的形状像大脑，又常被说对脑部健康有帮助，于是吃的量就越来越多。但有些人分享过，在长期大量吃核桃之后，反而出现头晕、不适，甚至检查发现有高血脂症的情况。这时候才会发现，原来问题不是核桃不好，而是吃太多这件事本身就可能带来风险。核桃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，它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、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对心脏血管以及大脑功能都有正面的研究支持。但同时也必须注意，核桃本身的脂肪含量并不低，对于已经有高血脂症或是血脂控制本来就不理想的中老年人来说，如果没有控制摄取量，反而可能让血脂负担变得更重。那是不是代表年过60之后就完全不能吃核桃？其实也不是。研究发现，适量食用坚果确实和较低的死亡风险有关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曾整理多项长期追踪资料，发现定期食用坚果的人，在长时间观察下，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下降，心脏病死亡风险下降，癌症相关死亡风险也有下降的趋势。其中，核桃在多种坚果里常被提到是营养密度相当高的一种，也因此被称为长寿果。核桃里含有油酸、亚麻油酸、维生素 E、磷脂质，还有 DHA、丙酮酸以及钾、锰、镉等微量元素。这些成分在研究中和心脑血管健康、细胞老化速度、脂肪肝、葡萄糖利用、胆固醇代谢都有一定的关联。所以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能不能吃，而是吃多少。对血脂本来就偏高的人来说，如果每天把核桃当成零食，一吃就是好几把，即使是植物性脂肪，长期累积下来，也可能影响血脂的稳定。也有研究整理指出，在控制分量的前提下，吃核桃的人整体死亡风险有下降的趋势，女性的预期寿命增加，男性的预期寿命也有所提升。这些数据再次提醒我们，坚果的健康效益建立在适量的至上。如果忽略了个人的身体状况，只因为听说对身体好，就无限制的补充，反而可能造成反效果。那除了核桃之外，还有哪些坚果是中老年人特别需要留意，不宜吃太多的呢？下一段我们就来一一说清楚，为什么有些常见坚果在年纪渐长之后，反而要懂得踩刹车。接下来要谈的这一段，不是要你把坚果从生活中完全拿掉，而是帮你分清楚哪些坚果在年纪渐长之后真的不适合天天吃，吃很多。第一种是腰果，腰果的口感滑顺，香气浓郁，是很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坚果，但也正因为加工后特别好吃。腰果常常隐藏着一个问题，就是钠含量偏高。钠是人体需要的矿物质，但摄取过多会增加肾脏的负担，也可能让血压控制变得更困难。对本来就有高血压或是需要控制钠摄取的中老年人来说，如果经常把腰果当成零食，一颗接一颗吃，不知不觉就可能超过身体能负荷的范围。当然，腰果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，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，对降低坏胆固醇有帮助，也含有镁、锌等矿物质，对身体机能和免疫力都有作用。只是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新陈代谢和排泄功能不像年轻时那么快，如果没有控制分量，钠和热量累积下来，反而容易变成负担。第二种是杏仁，
杏仁在健康饮食中非常常见，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日常补充的坚果。但有一个状况，中老年人特别不能忽略，就是过敏体质。研究指出，杏仁是常见的过敏源之一。对某些人来说，即使只吃少量，也可能出现皮肤瘙痒、呼吸不适等过敏反应。如果本身就有过敏史，或是吃完坚果后容易不舒服，杏仁就需要特别小心。另外，杏仁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，虽然多半是单元不饱和脂肪，但吃多了仍可能增加体重，也可能影响血脂控制。对已经有高血脂症的中老年人来说，如果没有注意分量，再好的脂肪吃过头一样可能出问题。第三种是夏威夷果，夏威夷果的特色就是浓厚的奶油香气，口感非常讨喜，但它同时也是热量最高的坚果之一。每一小把夏威夷果其实就含有相当高的热量和脂肪，即使这些脂肪多属于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心脏健康有帮助，但只要热量摄取超过消耗，体重还是会增加。体重一旦上升，血压、血糖、血脂都更容易受到影响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活动量本来就比年轻时少，如果常常吃高热量的坚果，却没有相对应的消耗，长期下来，心脏病、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也可能跟着上升。此外，有些人分享过，在大量食用夏威夷果后，血糖波动变得比较明显，因此对糖尿病患者或血糖控制不稳定的人，这一类高脂高热量的坚果更需要控制。第四种是板栗，板栗常被归类在坚果里，但它和其他坚果最大的不同是淀粉含量相对高，板栗吃起来香甜，也常被认为有补养效果。但对消化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来说，过量食用反而容易出现胃胀、消化不良的情况，因为淀粉在体内分解需要时间，如果肠胃蠕动本来就比较慢，就可能造成不适。此外，淀粉在消化后会转换成糖分，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如果没有注意分量，板栗可能让血糖起伏变大，不利于稳定控制。所以板栗并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清楚，它比较接近主食类的角色，而不是可以无限制吃的坚果零食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开始疑惑，那是不是干脆不吃坚果最安全？其实不需要走到这么极端，因为也有研究发现，有些坚果在适量摄取的情况下，对心脑血管健康反而是加分的。下一段我们就来谈谈常被误解的花生，为什么研究发现它和心血管疾病风险下降竟然有关系？说到花生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健康，而是油胖、胆固醇高，甚至有些中老年朋友会刻意避开花生，觉得它对心脏血管一定不好。但研究结果其实跟多数人的直觉不太一样。有一项追踪超过7万人、时间长达15年的大型研究发现，与完全不吃花生的人相比，每天适量摄取花生的人，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下降，缺血性中风的风险也明显降低，整体脑中风的风险同样有下降的趋势。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《中风 Stroke》上，而且这样的关联不只出现在某一个年龄层，男女之间也都观察得到。换句话说，花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一定会伤血管的食物。研究推测，这些好处可能和花生里的营养成分有关。花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，在适量的情况下，这些成分有助于心血管健康的维持。重点同样只有一个，不是多吃，而是吃得刚刚好。那花生要怎么吃，对中老年人来说比较合适呢？第一种是生吃花生，生花生保留了比较完整的营养，维生素和天然成分流失较少。对于有贫血倾向或凝血功能较弱的人来说，这种吃法在研究中被认为有一定的营养价值。不过生花生一定要注意来源和新鲜度，避免发霉或受潮，以免摄取到对身体有害的物质。第二种是蒸煮花生，对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来说，蒸煮过的花生口感较软，对肠胃刺激也比较小。蒸煮能让花生更容易咀嚼吞咽，同时保留大部分营养，是相对温和安全的吃法。第三种是花生浆或花生糊，如果咀嚼能力不佳或牙口状况不理想，把花生打成浆状，做成花生露、花生糊会更容易入口。这样的形式不但方便食用，也能帮助营养吸收，减少吞咽和消化的负担。
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吃法，都还是要注意分量。花生再怎么有研究支持，终究还是高热量食物。如果一天吃太多，一样可能影响体重、血脂，甚至血糖控制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发现，真正影响健康的，从来不是某一种坚果本身，而是怎么吃与吃多少。最后一步，我们就来把重点收回来，整理中老年人到底该怎么科学的食用坚果，才能把好处留下，风险降到最低。说到这里，其实已经可以看出一个很清楚的结论：对中老年人来说，坚果不是不能吃，而是一定要吃得对。最后这一段，我们就把重点整理成几个原则，帮你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吃得安心、吃得长久。第一个原则是适量，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每天坚果的摄取量建议控制在30克以内，大约就是一小把的分量。这样的量可以补充到需要的营养，却不至于让脂肪热量对身体造成过多负担。如果选择混合坚果，还能一次吃到不同种类的营养，比只集中吃某一种来得更均衡。第二个原则是选择软质坚果，随着年纪增加，咀嚼能力和吞咽反射多少都会下降。相对柔软的坚果，像是核桃、松子，在咀嚼和消化上会比较没有压力。这不只可以降低噎到的风险，也能让进食过程更安全、轻松。第三个原则是避免调味坚果。市面上很多坚果为了好吃，会加盐、加糖，甚至加入各种调味粉。这些额外的钠和糖对血压、血糖、血脂控制都不是好事，尤其是中老年人，更适合选择原味、未加工的坚果，成分越单纯，对身体的负担越小。第四个原则是充分咀嚼，吃坚果时一定要细嚼慢咽。充分咀嚼不但能帮助消化吸收，也能降低误吸的风险。如果牙口真的不好，也可以把坚果切碎、磨粉或做成梨状、浆状，让进食变得更安全。第五个原则是注意新鲜度，坚果含有油脂，一旦受潮或放太久，就容易氧化发霉。购买时要注意包装完整，日期清楚。打开后要密封保存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，并尽快食用完毕。如果发现坚果有异味、口感变软、颜色异常，就不建议再吃没变的坚果，可能含有对肝脏有害的物质。这一点对中老年人特别重要。总结来说，核桃、杏仁、腰果、夏威夷果、板栗、花生这些坚果本身都不是敌人，真正影响健康的是忽略身体状况，盲目跟风吃得太多。随着年龄增加，饮食的重点不再是补得越多越好，而是刚刚好，懂得调整分量，选对种类，吃对方式，才能让坚果成为陪伴我们走得更久的助力，而不是增加负担的来源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或家人有帮助，请帮这支影片按个赞，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也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一个问题：你平常最常吃的是哪一种坚果？是每天都有吃，还是其实吃的不多？你的留言可能会提醒到很多跟你有一样饮食习惯的人。祝福大家都能在日常饮食中为健康多做一点正确的选择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